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金令。上期说到，火国小分队其余先一步踏入了怪人老巢，杰诺斯留在家里等他，其余人则出发前往怪人协会。另一边，英雄协会和怪人协会发生了第一波的交锋，看上去是英雄们完胜，但实际上此次交锋只是为了探查英雄协会的实力，真正的战斗将在英雄们踏入怪人协会才正式展开。接下来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有了 S 级英雄的碾压实力，地面上的怪人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，离计划预定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同理下令，地上组在地面待机，而突击组各自到达指定的位置开始进攻。我再提醒一遍，首要任务是营救人质，你们没有支援，发生任何事情都只能靠自己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旁的主将水柱打断了。诸神前辈要是靠自己的话，似乎连洞口都挤不进去。还没反应过来，诸神已经掉进了洞里。师傅，这次作战没问题吧？哈，不用担心，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。扬言说要立下战功的家伙们，怎么又跑回来了？英雄们的首级在哪里？他们太强了，比传闻中要强得多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这样啊，那你们就没有存在价值了，去死吧！一众杂鱼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关在了空气墙内。活生生成了压缩饼干，随后被大肿眼扔给了大蛇当食物。还看什么？你们也要去哦！你们难道打算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干部和诡计的那些家伙们吗？如果不想变成肉饼，就用你们的性命去想尽办法引出对方的情报。而且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，谁敢去对付哪个 S 级了，形势上依然是我们有利的。快去吧！与此同时，突击队已经分散各地，踏入了地底洞穴。接下来，好戏才正要开始呢。请各位仔细阅读这个发信器的操作手册哦，我制作的地图也在里面。遇到紧急事态的时候，可以用来通话，但还是不要期待相互可以救援。闪过的 Flash 正回想着统御的话，研究着手里的纽扣。突然间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喂，你就是超高速英雄闪过的 Flash 吧？”“把孩子交出来。”“哈哈，我们等了你好久了，特地在这么狭窄的通道里。你那自夸的超高速还有用武之地吗？”话音未落，几只杂鱼怪还保持着刚才的动作，却已经被洞穿了。我可不记得做过自夸速度这种配角才会做的事情啊！不远处又有人出现了，来人正是之前在瀑布下对练，声称英雄协会除了闪光的 Flash 外都不是威胁的疾风和夜火。漂亮，闪光的不错嘛，这样才值得我们一杀。刚刚的就是你最快的速度了吗？终结44期事件的罪魁祸首，闪光 Flash。原来如此。没有过多的废话，战斗一触即发。几人都是速度战场型选手，场面上根本看不清几人的动作，甚至快到形成了一个光球。你们最初的目的就是我吗？终于见面了，让我等得好心焦啊！这家伙。Flash 也不废话，一招高速横踢锋刃脚，在夜火脸上划出了一道血痕。夜火也不示弱，一招同样的横踢炎刃脚还了回去，被 Flash 一跃躲开了。但跳到了上方的 Flash 发现自己正踩在一面蜘蛛网上，用手一拍，竟然是钢丝。哼，可惜了，差点就能把它切成肉片了。虽然躲过了钢丝网杀招，但此刻 Flash 身上也多处血痕，让他意识到了这两人的配合相当的默契。没想到你们会分开行动，真够自信的。也多亏了是这样，让我们更容易下手。Flash 发现周围又出现了钢丝网，而且越来越多。别废话了，哼，四处逃窜吧，就像飞入蜘蛛网的虫子那样，被自己的速度切成碎块吧。看来两人的确是有备而来的，但即便是布下了天罗地网， Flash 仍然向他们冲了过来。令两人没想到的是， Flash 连一点犹豫都没有，直接连同周围的墙壁都给削下来了。果然是李德仁，没想到你们不惜和怪人联手，也要消灭我呀！哼，这里太窄了，换个地方如何？随着他话音一落，几人所在的地面突然倾斜。随两人掉入下方的 Flash 才猛然发现，这地下竟然别有洞天。
抓住弗莱西高速下坠的时机，两人一起攻向了他，但还是被他借着墙体一跃躲开了，然后减缓速度反击了回去。两人借助对地形的熟悉，落在了瀑布的岩石上，而弗莱西只能用刀作为支点悬立在山壁上。这里不错吧？这是我们凭借武力从怪人手里抢来的，这里可以尽情施展你的真本事。记住，即将击败你之人的名字是黄金37期疾风文德。夜火弗雷姆。几人就像会飞一样开始了角逐战，在山壁上的激战远了看就像是3道缠绕在一起的闪电，直冲湖底，又从湖面缠绕着瀑布往上。你们受雇于谁？收拾了怪人协会后，我会去和你们的雇主打个招呼。我们的雇主？哈哈，人口贩卖大王黑袍鱼，你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？难道要一个人和他整个黑暗组织军团战斗吗？不会是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被我杀了。他实在太烦了，总是派刺客来杀我。毒品将军被我杀了，心脏收藏家杀了，猎奇怪盗杀了，无敌山贼王好像有这么个人杀了，还有暗杀联盟的高层都杀了。我把所有追杀我的家伙都反杀了。当然这些事和英雄活动是有区别的。无聊的套话环节结束了吗？所以在背后指使你们的到底是谁？刚刚你说的都是我们在干掉你之后还要去收拾的人，就算是黑社会狂妄的势力应该一个不留的全部摧毁。现在看来我们还要感谢你呢，让我们省事儿了，谢谢。然后去死吧！战斗再次打响，想要使用这个力量支配世界，里的高手比英雄更加碍事儿，因为忍者的招数是很难对付的。除了里，其他地方也存在忍者，那些地方和里无法相提并论。我们可是被誉为历代最强黄金37期的前2名。与我们交手，你能坚持多久呢？44期的第1名哦。Flash 没有废话，用行动告诉了他们。不错嘛，刚刚的才是你的最快速度吗？别舍不得用了，不如快点释放吧，那个所谓怪人化的力量。哼，原来你已经知道了吗？一开始和那家伙交手时，那种不协调感，再加上你们想转移战场，我可以确信，怪人化年头尚浅的你们还没有习惯自己的最快速度，所以才把我诱到这个宽阔的空间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特意接受了这样的邀请了吗？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，未免也太小看前辈了吧？彼此，我就让你们2个自命不凡的下三滥知道，就算成为了怪人，也不可能超越我的。哼，刚刚的话已经不能收回了哦，接下来可千万不要移开视线哦。要不是一瞬间用苦挡住了身前的攻击，他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。怪人化的2人速度和威力已经和之前不是一个级别的了。此时的 Flash 将同时面对2名龙级的怪人，2人的速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，让 Flash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火遁3闪斩，夜火的绝招在怪人化的加强下威力剧增，无数道不同方位的斩击同时落下，身后的地面都被斩碎了，但正中招式的 Flash 却安然无恙。竟然接下了我怪人装得下的剑术，是侥幸吗？不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见 Flash 已经摆好了架势，重闪斩。这招是威力集中在一点上的剑术，直接击碎了夜火的刀。你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武器吗？完了，脑子笨的话毫无意义啊！夜火一拳就抡了过来，但这样直白的攻击对 Flash 根本构不成威胁。一旁观战已久的激火已经看出来了， Flash 不愧是和他们一样被称为天才的家伙，甚至在技术精度上 Flash 还要略胜他们一筹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觉得自己水平在我之上吗？对于你们的招式，我可以说非常了解，因为我所进行的修行比任何人都多。越是优秀的人，越忠于基本的动作，无论速度多快，只要知道招式的动作，就很容易对付。说到这儿，疾风也站了过来。这样啊，我知道了，已经够了吧？够了。我们放弃忍者之间的战斗了，招数和道具都不需要了，而是以怪人的身份杀了你。实际上，那才是最直观的强大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以绝对的速度碾压弱者。是你让我们舍弃了忍者的自尊，对此我向你表示敬意。之后，你就在亲身体会到人类和怪人之间的性能差距后死去吧。
永别了，闪光 Flash。话音刚落，三人的身形开始模糊，地面轰的一声巨响，一瞬间化为3道闪电直冲云霄。刚才到头顶桥梁的底部，还没回过神来，怪人化的疾风业火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的范畴。被一脚踹出去的 Flash 还没站稳，业火已经杀到了眼前，两人再次陷入激战。但和之前不同的是，疾风也加入了混战，并且此刻他们的肉体都能当做武器，藤闪利劈同时落了下来。Flash 纵身一跃逃向了上空，但前一秒还在地下的疾风竟然一瞬间就出现在头顶，来不及反应，手里的刀被打飞了出去。在业火的攻击落下之前，他已经往一边跳走了。同样是一眨眼，两人就已经追了上来，三人再次扭打在一起。几人的战斗越来越夸张，彻底怪人化的两人在速度上甚至比 Flash 更快一些。Flash 被狠狠地砸在石桥上，似乎已经受了不小的伤。抓住时机，两人准备给他致命一击了，但他也正等着这一刻呢。闪光腿，糟了，追击太快了！趁两人中招之际 ，Flash 找回了武器，闪光斩。不知道是几人的战斗导致的坍塌，还是刚才的闪光斩造成的。总之，战斗结束了。既然有这种绝招，就早点用啊！我只是在寻找能同时解决掉你们的时机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如果让你们其中一人逃掉的话，之后会很麻烦的。因为除了我之外，其他 S 级应该很难应对你们的速度。对你们来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和我战斗。只要对手不是你嘛，哼。真是让人讨厌的家伙！暗杀者的存在如同影子，绝不会被当作人来看待，只会被压榨。我们也想成为压榨的一方啊！为了得到力量，能做的都做了。闪光的 Flash， 我们所欠缺的到底是什么？修行不足吧。结束了这宿命对决 ，Flash 开始往更深处前进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先确认一下位置吧。正要拿出纽扣看一下地图的，哎，原来是刚才不小心掉进湖里了吗？刚刚超高速移动位置的是 Flash 先生吧？之后又突然停下来了，是发信机出问题了吗？不过也不用担心大家，我所应该做的是要先救出人质，让大家无所顾虑，全力发挥。那么到这里，饿狼篇8就结束了，下期将会是最强头脑天才少年童弟的战斗。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